哎呦，又見面了！屏幕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阿夏 DIY 來到第4集了。前面3集的阿夏 DIY 呢，我都是專注在於 interior 的改裝分享，像是加裝 dashcam 啊，或者是改這個 Android player 啊，或者是把這個 aircon panel 裡面的燈換成 LED 燈。而至於今天嘛，我就要改裝下阿夏的 exterior， 我要把一些 exterior 的燈換掉，而且我還要為我這輛 S 版本的阿夏加裝 daylight。這個加裝過程中呢，完完全全不會剪到任何一條原廠的 wire。好了，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阿夏 DIY 第4集吧 ，Let's go。好，觀眾朋友，在我們還沒有開始改裝這個阿夏的 exterior 之前呢，先來跟你們分享一個好消息。有觀眾朋友在阿夏 DIY 第1集下面留言問我可不可以改裝這個中間 center lock 還有你們的那個 switch 的燈啊？當時我想了一想，其實好像這個操作是可以的。所以索性呢，我就去嘗試去換這個 center lock 的燈啊，結果給我成功換到了。終於我的 center lock 的燈不再是 orange color 了，現在它已經變成是白色的 LED 燈了的。但不止這樣，我還把我右手邊的 power window switch 的燈也換掉了，換成白色的 LED 燈。但是這個更換的方法嘛，我就不會在視頻裡面分享出來啦，不是我自私啊，只是我是覺得這個更換的方法真的是不太適合 DIY 操作。因為你要懂如何去測量這個 SMD LED 的正負極，再就是你要懂如何去焊接比你臉上粉刺還要小的 SMD LED， 把它焊接在這個墊板上面。所以綜合以上這2點啊，我就覺得這個更換這個 Power Window Switch 以及這個 Center Lock 的 LED 的方法，就真的是不太適合 for DIY 操作使用啦。當然，觀眾朋友，如果你們懂如何去操作這個焊槍，又懂如何去測量這個 SMD LED 的話，想要更換你們阿夏的 Power Window Switch 以及這個 Center Lock 的 LED 的話，在這邊呢，不妨給你們一個小小的建議啦。如果你們对你們車子的 warranty 非常看重的話，個人建議你們還是多買一套 spare 的來更換會比較好。當你們去原廠要 claim warranty 的時候，就把這一個原本 orange color 的 LED 的 power window switch 以及 center lock 換掉，再回去原廠 claim warranty。這樣子的話呢，就不會影響到你們的 warranty 了啦。好了，好消息就分享到這裡，我們就開始我們的阿夏的 exterior 的改裝吧。Let's go。好，觀眾朋友，今天我們的 exterior 的改裝呢，第一個要改裝的東西呢，就是 daylight 啦。現在就讓我們看一下今天改裝材料有哪些東西吧。現在你們眼前的就是今天我們第一個 DIY 要改裝的東西，也就是 daylight。在左手邊的就是這個 daylight 的 kit， 有2個的 daylight 的控制墊板。再來就是有些商家呢，他會把這個 cover 一起販賣，所以你們就可以買這樣子一套來安裝。再來我們看下來，下面呢是有2條的 wire。這2條 wire 呢，它是不包含在這個 daylight 裡面的，你是需要獨立購買的。我沒記錯的話，這個價錢一對來講的話，好像是70多塊啦。至於這個 wire 的作用呢，就是用它跟原廠的 socket 做一個連接，再把它跟這個 daylight 做一個連接。具體如何操作，等一下就讓我分享給觀眾朋友知道。好，第一個 DIY 的材料就大概是這樣子啦。在開始安裝之前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準備工作。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個 daylight 的 control box， 它的 wire 有哪些。首先，第一個就是紅色是接 ACC， 黑色是接負極。再來就是它的黃色的線是接右邊的這個 signal 燈，綠色是接左邊的這個 signal 燈，然後2條是接這個 daylight 啦。再來講回來，這個獨立購買的這個 wire 啊，廠家呢其實已經是很貼心的把這個 wire 做了一個分色，紅色就是 ACC， 黃色就是 signal， 黑色就是 earth。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這個 daylight 的 control box 跟這個 wire 做一個連接。這個連接方法也非常簡單，這個 daylight 的 control unit box， 我們只要把這個紅色的跟這個紅色接在一起，黑色的跟這個黑色接在一起，綠色的這個 signal 接在跟這個黃色在一起就可以了。至於要如何去 connect， 就看你自己如何去選擇。你可以把這一個 wire 的皮剝開來，然後直接的和這一個 daylight 的墊板的 wire 直接這樣子包住，或者是你可以用我之前所推薦的這種非常容易使用的這個套組來做一個連接也可以。方法很多種，就看你如何去做選擇。好，這一次我用的方法呢是剝皮法，就是把這個 wire 的皮給剝掉，來做一個連接，大概是這樣子啦。好，這個連接已經做好了，大概是這樣子了哈。這邊呢我就用了一個母頭，然後控制墊板那邊就用了一個公頭，到時候把這個東西插下去就可以了。如果是說到時候這個東西壞，我只要把它拔開來就可以更換了，完完全全不用動到這邊的 wire。至於另外一邊右手邊的，它就不用到這個電源線跟這個earth，所以只要接這個 signal 就可以了。當然，不管是今天你是買跟我同款的，還是其他的 daylight， 它的安裝原理是一模一樣的，你們就可以參考這樣的方法來進行安装。好了，現在呢就讓我們開始安裝這個 daylight 吧。
好，接下來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個大燈的 socket 給拔開來，把我們這一個剛剛所做好的這個連接的 socket 給安裝上去。好，拔開了過後，我們就把這個 socket 跟我們剛剛的 socket 這樣子把它接上去，好，跟這個原本的 socket 給接上去，再來把這個 socket 接上去大燈就可以了。左邊也是一樣的操作，把這個 headlamp socket 給拔掉，然後接上去我們所做好的 socket 跟這個原本的 socket 做一個連接就可以了。好，現在我們 on switch， 就看到我們 daylight 亮了 ，signal 有，那邊 signal 也有，操作正常。好，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拆這個 cover 了。拆這個 cover 方法非常簡單，我們就用這個平常我們用的撬板對準這個位置，把它往下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parking sensor 這邊呢是有2個 clip 的，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鐵片往下按，然後再往前推，這 parking sensor 就拿出來了。再來就是通常這種 OEM 的 cover 呢，它是不會有這種 bracket 的，所以你要把這個原裝的 bracket 給移植過去。移植的方法非常簡單，你只要把左右兩邊用東西給它撬出來，然後它就會彈出來了，你只要把它裝過去就可以了。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這個原本的前面 parking sensor 裝在這個新的 cover 裡面。裝的方法非常簡單，可以看到這個 parking sensor 前面這邊是一個條紋的嘛，這就是一個防呆裝置。然後我們就要把它穿進去，然後往下壓就可以了。好，裝完了前面的 parking sensor 以及 cover 過後，接下來的工作就是 wire management。這個 wire management 的方法就因人而異啦。像我自己啊，我是選擇了一個走後尾的方式來做這個 wire management。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daylight 的這個 control unit 我是放在這邊，再來就是我的 wire 呢是直接走這一個後尾的 wire 直接繞到右邊這一邊，然後左邊的話呢，這個 wire 我就藏在這邊。以這樣子的方法來安裝的話呢，可以看到其實這個 wire 是非常的整齊。但是以這樣子的方法來安裝的話呢，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前面的 daylight 的 wire 可能不夠長，所以啊，你就需要把這一個 wire 做一個很好的 adjust， 來讓左右的 daylight 可以安裝到那個 wire。再如果是說你們不要選擇走後門的方式，其實有一個方法非常簡單，就是可以從這個 bumper 前面穿過去，也是可以安裝到。但是這個方法來講的話呢，我就覺得可能沒有這麼美觀啦。可是就沒有像我剛剛所說的這個 daylight wire 不夠長的問題。所以這個 wire 不管是走前面還是走後，就看你自己如何去做選擇吧。好，升級完了這個 daylight 過後啊，也過了好幾天啦。因為下雨的關係，所以那天我們沒有繼續做這個 DIY 啦。所以現在啊，就讓我們繼續的來升級這輛 ASEA 它的 exterior 燈泡，也就是把它後尾的燈泡從 halogen 燈泡升級成 LED 的燈泡。這個 DIY 呢，也是觀眾朋友要求我去嘗試去做啦。我個人呢，也是蠻有興趣想要知道，到底啊這個 halogen 燈泡跟這個 LED 燈泡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是否啊它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還是這個 LED 燈泡會比這個 halogen 燈泡來得更加亮？所以現在呢，就讓我們開始這個第二個 DIY 吧 ，Let's go。好，現在你們眼前呢，就是我們今天第二個 DIY 要用到的材料啦，也就是 LED 的燈泡。首先就是這個 T10 燈泡，這兩個 T10 燈泡呢，你們都可以在 Mr. DIY 買到，價錢很便宜，10多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對啊。再來在這邊呢是 T15 燈泡，這個 T15 的燈泡呢是否這個 reverse 燈的燈泡啦。可以看到這個 reverse 燈的燈泡呢，它的材質啊是 by aluminum base 的，看起來 quality 是蠻不錯的。不過嘛，這個價錢就有點高啦。這一對的價錢要80多塊。在這邊呢是這個 signal 燈的 T20 燈泡，這 T20 燈泡呢我是在 Shopee 買的，價錢大概是一對80多塊啦。它的這個底殼呢也是採用 aluminum base 製作而成。最後就是這一個 T20 的 brake 燈跟這個尾燈的 LED 燈泡啦。這 LED 燈泡呢也是在 Shopee 買的啦，它的材質呢也是採用了這個 aluminum 做 base。再來就是這邊會有一個玻璃，裡面是有2顆比較大顆的 LED 燈泡。至於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麼貴的 LED 燈泡呢？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1分錢1分貨啦。通常啊那些比較便宜的 LED 燈泡不是講不可以用，是怕裝下去過後耐不久啊，沒有1-2個月就燒掉了。所以啊，在這個 LED 燈泡來講的話呢，我都會選擇比較貴的，因為這一個貴的有貴的道理啦。好了，現在呢就讓我們開始安裝這個 LED 的燈泡吧。Let's go。OK， 要安裝這個 LED 燈泡呢非常簡單，
首先我們就用10號的套筒把這2顆螺絲給打開來，再來用力的把它掰出來就可以了。OK， 這樣的話呢，就把我們3顆的尾燈的燈泡都已經裝上去了啦。接下來呢，我們要換的就是這個車牌燈的燈泡。這個車牌燈燈泡呢，要換也是非常簡單。首先第一點就是如果是說你們有用這種車牌 cover 來講的話呢，你需要把這個車牌 cover 給拆開來。這個車牌 cover 呢，它是會影響到你把這個車牌燈給拆下來的。所以現在就讓我把這個車牌 cover 給拆掉。接下來我們做東西呢，是用一個平頭的 screwdriver 把這個車牌燈給拆出來。拆的方法也非常簡單，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平頭螺絲拍對準這個位置，把它挑一下，把這個 socket 給拔開來。再是我们用这个平头的 screwdriver 把这个透明壳给挑出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原本的 T10灯泡拿掉就可以了啦。就把我们在 Mr. DIY 买的这个 T10灯泡给装上去，然後再插回這個 socket 就可以了。而另外一邊呢也是一樣的做法。好，打開小燈過後，2個的 LED 都亮了，所以這個安裝方法沒有問題，沒有裝到反。安裝回這個透明卡位也非常簡單，可以看到這個比較凸的地方，直接對準這個洞，按下去就可以了，大概是這樣子哦。好，安裝好這個車牌的 LED 過後呢，現在呢就讓我們做一個對比。在左手邊的呢，我通通都換成了 LED 的燈泡。在右手邊這邊呢，我還是保留了這個 halogen 燈泡。現在啊，就讓我們 start 車來測試一下，來看看一下 halogen 燈泡跟 LED 燈泡有些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好，觀眾朋友，看了這個 halogen vs LED 燈泡過後，你們的看法如何呢？到底是 halogen 比較好，還是 LED 比較好呢？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再來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首先就是這個 LED 型的燈泡這80多塊，我個人認為花的值得啦。因為有些便宜的 LED 型的燈泡呢，它裝上去過後會有閃很快的問題。但是這個80多塊的這個 LED 型的燈泡它可能裡面有安裝了電阻，所以就解決了這樣子的問題。而且不止這樣。不管是 LED 的 signal 燈、reverse 燈泡，或者是那個 brake 燈尾燈都好，它的亮度都會比 halogen 燈泡來得更加的亮。所以對比來講這 LED 燈泡確實它會比這個 halogen 燈泡的效果來得更加的好。當然前提是你們要買到有quality的 LED 燈泡啦，不要買那種雜牌的啦，因為你要雜牌的裝上去沒有2-3下就燒掉了你們就多花錢了啦。而至於這個 daylight 的安裝嘛，我個人認為啦。它會比安裝這個行車記錄器以及 Android Player 來得更加的簡單，因為它的安裝步驟真的沒有很多，也沒有很複雜。但是前提是你們要買那一個 Plug and Play 的 cable 才可以擁有這樣簡單的安裝方法啦。當然，觀眾朋友，如果你們對於本期視頻所使用的 DIY 材料有興趣的話，我都會把這個購買鏈接放在下面留言欄置頂在那邊，你們可以點擊這個鏈接進行購買啦。但是先講明我1分錢都沒有賺你們的至於買不買就看你們自己啦。好了，今天視頻就到這裡了。想要看更多關於這輛阿夏更多的 DIY 內容的話呢，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這樣子的話呢，你們才不會錯過關於這輛阿夏更多的 DIY 內容啦。好了，我是 Ryan，我們下期的視頻再見啦，拜拜。